与军完结之后，续集宣布定档，迪丽热巴和任嘉伦终于换造型了。如今任嘉伦的热播剧作品《与君初相识》已经正式的完结，而整个故事也就到了长意将纪云和强行带回北渊中进行了结尾。这一次的第一部作品，并没有像任嘉伦之前的《周生如故》一样，以悲剧进行结尾。虽然长意和纪云和之间有些矛盾所在，但终归也没有走上太对立的道路，也没有双双阵亡，就只是整个故事结束了上半部分的塑造而已。而接下来的故事也就是第二部作品《恰似故人归》了。因为这两部作品是一同进行拍摄制作的，所以第一部完结之后，第二部也就正式的提升了日程之中，而且已经定下了在4月4号的时候正式的开播。这一次的故事依旧是延续了之前的第一部作品，其实也就是将一部40多集电视剧分成了2部进行放送，属实有些过于繁复了一点。毕竟中间的剧情并没有断裂之处，完全就是直接往下顺的。但制作方可能是看到了之前任嘉伦的《周生如故》和《一生一世》这2部作品的成功，所以才将这部剧集分割成为了2部作品吧。当然这些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长意和纪云和之间的故事还没有正式的完结。而在第一部中两人的造型大家看的也有些腻了，如今官宣第二部作品，也是让大家看到了两人新的造型。那么到底如何呢？下面就和乐风一起看一下吧。1. 恰似故人归中的新造型。在上一部中，纪云和为了拯救长意，斩断了两人之间的红线，并且将其捅伤后推下了深渊之中。虽然这段情节是有些虐的，但也是保护长意的一种方式。最终长意也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存活了下来，而纪云和也是被关押了6年的时间，直到长意在北渊中集结了盟军之后，才前去救下了纪云和。两人之间的感情戏还是有些虐，但至少没有双双阵亡，也是有着一些的挽回余地，并且在最后的时刻中，其实纪云和长意两人的感情戏便也回归了正路之上，开始走向了甜宠的道路。当然这些都是在第二部中才能够看到了。如今第二部已经正式的定档，其中迪丽热巴和任嘉伦两人的新造型也已经正式的放了出来。从这些新造型中还是能够看出，两人也算是逐渐的成熟了一些。迪丽热巴这一次所饰演的纪云和，并不是以往奇幻作品中的那种傻白甜的样子，而是十分的强势。任嘉伦所饰演的长意也在剧中不断的成长，从最开始人畜无害的鲛人，变成了能够担当一面之人，并且对于纪云和依旧是十分的爱慕。两人之间的感情线在纪云和被救出之后，也只剩下甜蜜了吧。所以之后的第二部中，其实两人的造型进行一下互换还是挺好的，让纪云和的装束成为比较单纯的那种，这样对于两人的身份还是十分的附合了。不过目前第二部还没有正式的开播，也不知道长意在将纪云和强行带回北渊之中后，两人之间的故事会出现什么。但是可以被期待的应该是两人中的那些误会，会在之后一一的进行接触，所以大家就先期待着吧。2. 关于与君初相识的一些评价。如今第一部已经正式的完结，口碑也开始出炉了。很多观众在看过与君初相识之后，其实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这部剧的制作十分的用心。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看到迪丽热巴和任嘉伦两人后，都认为这部剧集是以往的那种仙侠类型的小甜剧，并不会在故事上面有着太多的新意。但是真正的看过之后，才发现原来故事的制作会这么吸引人。最开始的几集，
是纪云和常毅之间十分甜蜜的互动，并且两人在互动之中也会出现很多的搞笑情节，而之后也就慢慢的过渡到了两人开始互虐的情节。纪云和因为谷主的原因不得不对于常毅撒谎，当时常毅也十分的天真，相信了纪云和当时所说的话，也为之后两人的虐恋开始进行了一些的铺垫。这部剧集最开始的时候是甜宠的，并且还是女强男弱的那种类型，而之后在慢慢的转变为虐恋之后，让观众们也开始十分在意常毅和纪云和之间的感情进展到底会走向何方。而在这个故事中，其实也有着很多更为深层的地方，那就是善良被利用之后，那么生活也就开始成为了人间的炼狱。常毅的善良被那些有心之人所利用了，而他也经历了很深的绝望，最终改变了自己，也成长了自己，将心中的那些善良隐藏起来了大半。那么常毅的善良真的就是不被世间所容呢？他只能够在黑暗中不断的寻找自己的出路吗？其实也并不是这样，毕竟善良永远都是最为强大的武器了。而任嘉伦和迪丽热巴两人也真正做到了让这些人物就像是从书中走出来一样，十分的吸引大家的关注。所以如今大家也对于恰似故人归也充满了很多的期待。通过第二部的名字，其实也就能够看出，常毅和纪云和之间经历过种种艰难险阻之后，最终也走到了一起，相思入骨，再现如故。两人之间的感情之路还是依旧十分的长远，希望在第二部中能够让大家看到纪云和常毅两人一个圆满的结局吧。3. 周生如故和与君初相识之间的区别。周生如故和一生一世虽然说是两部作品，但其实完全可以看成前后部的制作，毕竟两部作品在故事结尾和开篇有着一些的链接，唯一不同的也就是所处的时代，一个是古代的故事，一个是现代的故事。而这两部作品也是开创了一书两拍的先河，并且两部作品的主题立意也十分的明显。第一部以虐恋为主，两位相爱之人最终双双身亡，并且其中很多心有所属之人也都没能够和自己相爱之人走到一起。但是第二部则是非常的甜蜜，相爱之人很好的走到了一起，并且携手共度难关，造成了两种不同风格。同样这种分割类型的故事，将两部作品当作单独的来看，同样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也正是因为周生如故的成功，所以如今与君初相识的制作方也开始用了这种方式。第一部依旧是虐恋为主，而第二部估计依旧是以甜宠为主了。不过这两部作品并不是能够单独进行观看的，毕竟完全就是一部而已。第一部的故事没有完全结尾，第二部的故事单独看的话，可能也会让很多人不明所以。所以其实与君初相识和恰似故人归完全就可以制作成同一部电视剧作品，根本不用费心的裁剪成为两部。因为它和周生如故不同，没有时代这个问题的划分。如果仅仅是要模仿先虐恋后甜宠，一部作品其实也能够做到。虽然说与君初相识现在取得的热度和口碑也不错，但最后的故事戛然而止，也让许多观众感到有些别扭。不过这种一书两拍的方式，也许在之后真的会成为电视剧制作的主流吧。这样其实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每一部作品的集数也不会太长，只是中间能不能做好衔接，并且将故事很好的带入到第二部中，还是十分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恰似故人归如今还没有正式的开播，所以也不能断定这一次的制作就失败了。只是两部作品之间如果没有太多的区分，那么仅仅就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风格而已了。
跟很多的系列类型的剧集作品也差不多。如果第二部制作上能够出现一些与第一部不同的地方，并且还能够很好的迎合第一部的故事，那么这就真的完美了。希望今后还能够看到像《周生如故》和《一生一世》一样优秀的双修剧集吧。4. 结尾。其实任嘉伦这一并没有让大家失望。与君初相识，他为大家演绎出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鲛人故事。通过这部作品，大家还能够看到任嘉伦和迪丽热巴两人出色的古装形象。而第二部中也依旧是原班人马，不会进行太多的改动。所以大家就先期待清明假期期间这部恰似故人归的到来吧。相信它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